我是谢弟。2025年咻的一下就过完了，又到了年底了，该年终总结了。今年的年终总结，我想带大家一起做一个复盘。毕竟改造这艘船这么长时间了，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，我到底对这艘船做了哪些改造。其实我在改造的时候也没有特别详细的计划，就只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想法。每一次的改造工作，我都会把它用图片或者视频的形式记录下来，存在文件夹里。打开电脑去看那些文件夹，我天哪，不知不觉做了这么多的工作。首先，我们从外观可以看到的就是我已经把这个船底的底漆已经刷完了。接下来就是在出发之前再刷上一层防生物漆，底部就完成了。我们可以看到船体漆我并没有做改动，其实这个船体漆上也有很多需要重新打磨、重新刷的地方，但这个工程量呢就有点太大了。如果我要是在做这个工作的话，我估计还得再过半年也走不了。所以这个船身的漆呢，这次改造就先不做了。跟着我来看一下这里。在这个船下边有一个芯块，我买了一个新的，准备替换的，但它的安装方式是直接焊接到这个上面了。如果我要替换的话，我需要把这里锯掉，再把我的那个新的通过螺丝拧上，稍微有一点点复杂。暂时呢也先不换，先保留原来的这个芯块，我把它打磨了一下。接下来跟我一起到船上去看一下，更多的改造工作都是关于船里、船上还有甲板上的。我们现在来到甲板上了，甲板上的工作，狮子头上的秃子。秃子头上的柿子显而易见。首先就是我们重新做了整个甲板，打磨、刷漆，重新上防滑漆，这是整个甲板的翻新。还有呢，就是这两边加2个这样的木头条，可以用来绑一些东西。像这边是准备放储存柴油的油桶，那边要放我的折叠小艇。还有一个改造工作就是我们的天窗，这2个天窗全部都是换的新的有机玻璃。有机玻璃在阳光啊、海水的侵蚀下，时间长了之后，它就会晶体化，就会有很多的裂纹。如果你要是不管它再坏的话，它就会裂开了，就炸了。所以我们为了安全要换一下。实际上除了这2个玻璃之外，那边挡风罩的玻璃呢也做了一个更换。反正现在就是哪个最严重就先换哪个。最理想的当然是全船都换，因为毕竟已经都用了30年了。不过考虑到时间成本还有金钱成本，所以我就先选择了那些就实在是坚持不了的，要把它先换掉。剩下的呢就等到以后再说。猫咪所在的这个就是我们买的装柴油的桶。现在咱们再来看这个船头的一些改造工作。首先就是我们换了一个锚，要再次感谢 Rockna Vulcan 公司对我们的赞助。我们把前帆的这个钢缆加上了，这个钢缆是原来就有的，这个地方是它的横杆，横杆丢了以后，全船主就把这个拆下来了，一直就等于去掉了这个帆。我现在又把它装上了，因为船上有挂钩式的前帆，这样的话我们在航行中就有2个帆了，一个是小一点面积的帆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大的 General。再有呢就是大家看到的我的这个起锚机的改造工作。整个把原来的手动起锚机换成现在这个电动起锚机，这个部分也做了视频，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。我们接下来呢再往这边来看这个地方，这也是我们做的一个新的改造工作。原先这艘船的救生筏是一个非常简单的、简陋的一个装在袋子里的。这个救生筏的时间太长了，需要换新了。我们最终决定换了一个新的这种硬壳的救生筏，但是没有地方放，找了一圈就决定把它放在这里。这个架子包括这个安装啊，全部都是我们自己来做的。还有就这个做了一块布啊，这种小活就不说了，洗了所有的帆啊什么的。哦，还有这个呢，我也做了一些改动。这是前帆的撑杆，这个撑杆原先是放在这个位置上的，因为我要在这里放油桶，所以这个撑杆就会显得有些碍事儿，就把它改了一下，换了一下它的储存方式，这是一个小的改动。甲板部分就差不多了，接下来跟我一起到行驶区去看一下，看看那里我又做了哪些改动。这个行驶区应该是我改造最多的一个地方了。首先咱们来看这个地方，这里我加了2个卡绳器，就是5组，分别是来控制主帆还有舵帆用的。这里有一个改造项目，就是当初升主帆的绳子是在桅杆下面的，在航行当中最好的就是把所有的控制都集中在行驶区这个部分，会相对更安全一些。所以我的改造呢，就是把这个绳子从那个地方引到了行驶区里。提到主帆，还有一项改造就是这儿，这个是来控制主帆横杆开合的东西。原先开合控制是在这个地方，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这个滑轨还在这儿没有拆。原来的这个绳子横亘在这个门前，我不太喜欢这种设计。因地制宜，根据我现有的条件，我就把它改在了挡风罩的上边。再有呢，就是这个地方。
这就是我最爱的遮阳棚。很多帆船不喜欢有遮阳棚，没有遮阳棚的好处就是你拍照片的时候会特别好看。有了遮阳棚之后，除了可能拍照的时候这个东西会挡一些视线不太好看以外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其他毛病，又挡风又遮雨的。这个遮阳棚呢，是我们完全从无到有来进行的。稍微懂一点帆船的朋友可能会看得出来，这个遮阳棚很奇怪，对吧？其实这是从垃圾箱里捡的，人家不要的挡风罩，我们把它改造成了遮阳棚。你像这个地方原来很短，我们去外面找师傅加长了，就改造成了现在我们大家看到的这个遮阳棚。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最早做的一项改造工作，添加了船尾的架子。这个架子是跟师傅一起设计出方案做的现在的这个样子。你现在看到的架子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后期改造添加的，包括卫星通讯设备啊，新的一块太阳能板呐、照明的灯啊、封测仪啊等等等等。再有就是这个地方，这块太阳能板也是我们后加的，原先只有一个硬质太阳能板，我就复制了一个，又在这边做了一个，也是从无到有，我们自己去买的这个材料做的各种安装啊什么的。还有一些小的，就大家看到的加装的这个风挡，一个是让它更安全一些，另外一个就是会挡一些风和浪。大家看到这个行驶区是有点小的，不像原来那艘船，从我的行驶区到横杆这里是有一定距离的，虽然说不是很宽吧，但至少在行驶区里觉得更安全一点。而这里我们可以很明显感觉到这很窄了，这基本上感觉就跟我坐在海里似的。有了一个好的围挡之后，会让人感觉更安全更舒服一些。再有关于行驶区的一项改造就是这个操纵杆，我把它重新打磨刷漆，你可以看到它的状态已经新很多了。与此同时我还做了一个防护的套子，船上的东西啊，就是你要是有可能的话能做套子的东西就都给它套起来，我们不是装在套子里的人，我们是装在套子里的船。用来保护风啊雨啊，还有尤其是紫外线。你知道紫外线对这个船的伤害有多么严重，所以我们能做的套子就都把它套一下。当然啦，不能忘掉的一项改造工作就是我们安装了航行的红灯，要特别的感谢 Clear Lighting 的赞助。大概关于行驶区的改造就是这样了。好，接下来咱们进到了船舱里面来看一下，对于内部的改造我都做了哪些工作。这个地方是我们改造的一个地方之一，安装了海图仪，还有甚高频的对讲机。原先这两个东西是在那个地方放着的，一个是它的设备比较陈旧了，再一个就是那个地方我倒觉得不是很理想，放在这里可以用这个桌子也当一个航海桌。这个船毕竟空间有限，所以我们要利用所有能利用的空间。这里吃饭的时候就是餐桌，航海的时候就是航海桌，所以仪器仪表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会更方便一点。小柜子是我们后来加的，来增加储物空间。这张床在航行的时候我会把它当做储物的空间，但是我保留了它的床垫，如果真的需要它仍然可以当一个床去使用，这个小柜子也不会影响特别多。我对这个船内部的最大的一个改造就是加了很多的照明。刚买这艘船的时候它只有几个简单的照明灯，我觉得整个环境有点暗，我喜欢亮亮堂堂的。还有一项改造工作是这个窗户全部都把它做成了双层窗户，这个我也有视频，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。关于厨房的改造呢，目前来说没有特别大的改动。我加了一个电磁炉，自从换了锂电池之后，就用这个电磁炉用的特别多。燃气的这个灶它依然可以用，我有2套做饭系统了。现在不像过去只能靠燃气，燃气如果用完的话，就得各处千方百计的去找气。有了电磁炉之后，就会更加的方便一些，相当于有一个备份。对于卫生间的改造就非常简单了，我只是把原来的手动的抽水马桶变成了现在的电动抽水马桶。这款电动马桶和我之前那艘船上的是一样的，当时用了觉得质量挺好的，也很好用，所以最后呢就还是选择了一样的马桶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底下这个床铺的改造啊。底下这个床呢，我就是安装了一个这个东西。你睡觉的时候兜着的，不演示了啊，防止你在船晃动的时候掉下来。还有就是安装了一个照明灯，这个也是在视频当中都展示了的。这根绳子是我临时现在装上的，来放一些东西。到我们航行的时候，这个绳子是要去掉的。底下这个铺可以随时休息啊，或者是值夜班的时候用。接下来大家随着我的镜头，看看我对上铺都做了哪些改造。叮叮叮叮叮，这
这个上铺真的是一项大的改造工作，我把整个上铺变成了一个储物空间。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冰箱，原先我的冰箱在座椅下边是一个18升的小冰箱，拿取不方便不说吧，而且容量有点不太够，所以现在换了45升的一个冰箱，整个外面架子全是我们做的。这个冰箱现在每次这样拿取很方便了，从冰箱过来，你看这儿，这个就是我买了一个这个家具，回来之后自己组装。这个家具我是整个把它钉在床板上的，它是不会晃的，但是这些抽屉在航行当中它是会晃的，所以你看这里我们做了一个带子，等我们航行当中就会把这个带子给它穿上，可以调整它的松紧度，就把这些抽屉都固定，剩下的这是一样的，我就不演示了啊，这样它就不会动了。我们在航行当中所有的活动的东西尽量都把它固定住。这个地方就是我的一些航行的衣服，还有一些厚的外套、救生衣啊、安全绳啊之类的都在这个地方。整个这个上铺就是一项最大的改造，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。这个部分今天这期视频应该也是第一次跟大家讲。本来我这个地方是要做视频的，但是当时工作的时候光拍照片了，视频素材也不够，所以算了，就不拍视频了。最后就是我们前舱的改造，一个就是在前边的柜子里我加了一个配电盒，在做起毛机改造的时候，这里需要有一个电，所以这个配电盒是我们改造的地方。再有就是加了一个照明灯，还有就是天窗上的这个双层棚。就这些小活儿，还有一项改造工作是安装了超声波防生物系统，这个部分呢也是做了视频的，大家可以去看一看。这里呢要感谢 Seaflow。除了船舱里头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改造工作之外，在机舱也进行了大的改造，比如说更换了锂电池，还有安装了很多新的电子设备，以及换了新的变压器、逆变器等等这些东西。前面都做了视频，这里就不再长篇大论的去介绍了。还有一项改造就是把船舱内的暖气系统也做了一个改变，原先的暖气的机器是坏的，买了一个新的重新安装，这部分也是有视频的。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。还有对发动机的翻新，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项工作。我整个把发动机重新清洗，所有该换的零配件全部都更换。其实原来这个船我买的时候，发动机是可以正常运转的，但是它的有一些连接方式，包括有一些警报呀、水温测试啊什么的，都工作的不太好。陆陆续续的，我把整个发动机全部重新搞了一下。这个板子原来是没有的，这都是我们后装的，还做了很多的开关控制器啊什么的。船外机的翻新也是一项改造工作，但那个就相对比较简单了，重新做喷漆啊、配件的更换呀等等，我也没有做视频去提了，就是朋友圈里可能讲了一下。基本上就是这些了，还有很多可能细节，我现在一下临时想不起来了。我感觉我做的工作应该比我视频里展示的要多。这些工作当然不是2025年完成的，是我自从接手了这艘船之后，陆陆续续在这2年多时间内完成的。值得开心的事情就是这次的改造工作基本上接近了尾声，还有最后一项工作，这个先卖一个关子，到时候我会发视频的。完成了之后，就离下水的时间不远啦。在这里，我还要再次的感谢所有的赞助商，还有赞助人对啾啾号支持，不论是资金上的鼓励，还是货品上的鼓励，都在这里表示衷心的感谢。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，带着你们的祝福，带着你们的支持，去实现我们一直追寻的航海梦。怎么样？一艘帆船的改造工作跟你想象中的一样吗？有的朋友给我留言说，船在岸上已经1年多了，什么时候下水啊？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明明2年多了。我是航海的修弟，2025，感谢有你，谢谢所有关心、关注和喜爱啾啾号的朋友们。那我们2025说再见，2026期待新的航程，关注我，一起跟着啾啾号去远航。